第271课，鹦鹉。嘿安娜，你有没有养过宠物？其实，我有一只鹦鹉，它的名字叫查理。真的吗？太酷了！它是什么鹦鹉？它是非洲灰人。它真的很聪明，可以模仿人类的言语。太神奇了！我听说有些鹦鹉甚至可以在上下文中使用文字。是的，查理有时会那样做。就像他想要零食时，他会说：“我想要饼干。”哈哈，太好笑了！我一直认为养一只会说话的宠物会很酷。他肯定有起有落。有时候查理会有点过于健谈，不会停止说话。我能想象，但至少你永远不必担心它会害羞或不想和你说话。这是真的。不管我愿不愿意，他总是很乐意聊天。好吧，我希望我过来拜访时它不要说太多。别担心，我会确保他表现得很好，或者至少尝试一下。第272课，新的商业想法。嘿安娜，你有什么新的商业想法吗？实际上，我一直在考虑创办一家销售预先口香糖的公司。预先咀嚼过的口香糖？那是什么？这听起来正是这样。我们出售已经咀嚼过的口香糖，供那些不想自己经历咀嚼的麻烦的人使用。哈哈，太荒谬了！谁会买那个？你会感到惊讶。其实外面有人喜欢这样奇怪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安娜。我想你最好坚持一点，正常一点。正常很无聊，约翰。我们需要跳出框框思考。我承认，这绝对是一个独特的想法，但我不确定它真的有市场。好吧，在我们尝试之前，我们不会知道，对吧？谁知道，我们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。好吧，很好，我们试一试吧。但如果我们破产了，我就是在责怪你。交易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口香糖帝国吧。第273课，计算库存。好吧，安娜，让我们开始计算库存吧。你想从哪里开始？让我们从角落那边的盒子开始。好吧，听起来不错。你认为有多少？我不知道。我估计的很糟糕。好吧，那我们只需要一个接一个的数它们即可。这将花很长时间。嘿，至少我们为此得到了报酬。这是真的。但我宁愿做一些更令人兴奋的事情，比如跳伞或蹦极。是的，我也是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被困在这里数箱子。嘿，你认为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让这变得更有趣吗？我不知道，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游戏之类的。比如，无论谁在1小时内数箱子最多，都会获得奖品。
好吧，我进来了。奖品是什么？免费午餐怎么样？交易。好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要打败你，安娜。我们拭目以待，约翰。开始游戏。第274课，感觉很口渴。嘿，安娜，你想喝一杯吗？我感觉很口渴。是的，我也可以用点东西喝。你有什么心情？来点水怎么样？它既健康又令人耳目一新。无聊。我想要一些更令人兴奋的东西，比如苏打水或果汁。但是里面富含糖分和卡路里，水是必经之路。来吧，约翰，活一点。我们去喝点好玩的东西吧。好吧，很好。但是我们要买减肥汽水。我在看我的身影。减肥汽水？那不如直接喝水。嘿，至少有点不同。而且它仍然比普通苏打水更适合你。我想你有道理，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买点更有活力的东西。好吧，让我们妥协吧。我们去买一杯吊胃的苏打水。它仍然很健康，但味道要多一点。好吧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。我们去买我们花哨的调味水吧。你知道，我从没想过我会对水如此兴奋。哈哈，也许我们只是变老了，而且很无聊。为自己说话，安娜。我还很年轻，很时髦。当然，约翰，你当然是。第275课，非常炎热的天气。伙计，外面很热。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战胜高温，安娜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可以去游泳池或海滩。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我觉得不想把所有沙质和咸味都吃完。好吧，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？里面有空调。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我不想在里面待一整天。我想享受美好的天气。我们来一场水气球大战怎么样？是的，这是个完美的主意。我们开始做吧。等等，我有更好的主意。我们将在气球里装满冰水。哦不，这听起来有点太极端了。来吧，约翰，会让人耳目一新，充满乐趣。好吧，很好。但是你要倒下了。我们拭目以待。准备好泡个水吧，约翰。你上线了，安娜。让水气球大战开始吧。第276课，我哥哥生了个新孩子。嘿，安娜，你听说我哥哥有新孩子了吗？没办法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男孩。
它又小又可爱。啊，我喜欢宝宝，它们太可爱了。是的，但它们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。我哥哥和他的妻子要整晚起床换尿布喂它。没错，但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那种感觉更好的了。我能想象，但就目前而言，我很高兴成为叔叔。我可以宠坏他，然后把他还给他的父母。哈哈，这是做阿姨或叔叔最棒的部分。您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即可获得所有乐趣。没错，但我也很高兴看着他长大，看看他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是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和发展。在你不知不觉中，他会跑来跑去，进入所有地方。哈哈，我相信他会的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我会喜欢抱着他欣赏他有多可爱。第277课，攀岩。嘿安娜，你去过攀岩吗？是的，我有。其实真的很有趣。真的吗？我一直有点害怕尝试一下。看来这真的很危险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那可能很危险，但是如果你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，那就很安全了。我不知道。看来也要做很多工作。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上半身力量来应付。来吧，约翰。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。而且，即使你无法一直爬到山顶，这仍然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。我想这是真的。但是，如果我被困在中途无法继续下去怎么办？哈，别担心，我会去那里从地上大喊鼓励的。你明白了，约翰。谢谢，安娜。这让我感觉好多了。但是如果我跌倒了怎么办？好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安全带和安全搭档的原因。你会非常安全的。好吧，我现在开始变得更有信心了。也许我会试一试。这就是精神，约翰。谁知道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个隐藏的攀岩天赋，或者至少你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讲，讲述你被困在岩墙上的时候。第278课，我们刚刚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嘿安娜，我们刚刚在项目中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你能相信吗？我知道，这太疯狂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走了这么远。是的，辛勤工作和深夜工作，但都得到了回报。绝对是。但是在完成之前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知道，但让我们花点时间庆祝这个里程碑。你说我们出去喝一杯怎么样？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。但是，让我们快点说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同意。但我认为，每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给电池充电很重要。你说的对。我们一直在努力工作，
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。没错，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在外面玩得开心的时候想出一些新的想法。是的，这是个好观点。让我们去庆祝我们的里程碑，然后回来为项目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。为之欢呼，安娜。我们组成了一支很棒的团队。第279课，搞笑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太棒了，安娜。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主唱的声音非常独特，就像他在用一口弹珠唱歌一样。哈哈，是的。但是不知何故它起作用了。你看见鼓手了吗？后面他快要疯了。我想他想打断他的鼓槌。这是我去过的最有趣的音乐会。这里也一样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其中一些歌词很奇怪。是啊，我想我听说过会说话的菠萝吗？他们刚才是不是在唱一纸巨型乌贼攻击一座城市？哈哈，我想他们做到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实质不在乎。这场音乐会太有趣了。我同意。让我们顺其自然，享受其中的奇怪之处。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。让我们像没人看一样跳舞吧。这就是精神，约翰。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场疯狂的音乐吧。30。第280课，企鹅。安娜，你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企鹅吗？不，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问？我看了一段它们四处走动的视频，很有趣。它们在陆地上看起来很尴尬。哈哈，是的，我也看过。但它们在水中实际上非常优雅。这是真的。它们就像小鱼雷，四处游来游去，抓鱼。你知道企鹅是终身交配的吗？真的吗？太浪漫了。是的，它们对合作伙伴非常忠诚。它们甚至会经历求爱仪式，互相鞠躬。太可爱了。我希望人类能那么浪漫。我也是。但我觉得我无法像企鹅那样整天穿燕尾服。哈哈，是的。我觉得我没有那种造型的风格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约翰？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现实生活中的企鹅。这是个好主意。让我们计划去南极洲旅行，和一些企鹅一起出去玩。好吧，也许不是南极洲。但是我们可以去动物园或水族馆近距离观看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。我们去拜访穿燕尾服、捉鱼的朋友吧。感谢收看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从我们的频道观看更多视频。